顾总，那个黄脸婆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让她当清洁工都愿意。她脸皮一直都这么厚，说我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，都是她不辞辛苦的帮衬，还要让我娶她，真不要脸！你们干什么？由于沈巍私吞公款，现在调岗为公司清洁工，必处罚金3万。顾总，这是你的意思？按照合同规定，你上班期间所有收益都归公司。你既然不肯上交中奖的3000块，那公司自然要对你做出处罚。面对未婚夫顾然的说辞，沈巍一阵错愕，也极度失望。这明显是顾然联手林瑶想赶自己走。好，以后咱们都按公司规定办事。话音刚落，林瑶故意把拖把扔到沈巍脚边，赶紧把这里打扫干净，我要一尘不染。林瑶说完，跟顾然有说有笑的离开。公司里的同事不但没有帮沈巍说话，更有甚者，在沈巍拖过的地方嗑瓜子，然后把瓜子皮吐地上。沈巍，这里这么脏，你没看见？拿稳死了，你就不能先洗洗拖把？沈巍天生锦鲤体质，他填写的标书每回都能中标，不但让公司起死回生，还让其变成全市第3。于是公司奖励他5%的股票，条件是干满3年。按照现在的股价，他至少能兑换3000万，只要再等2周，他就干满3年。不过在此期间，沈巍可不打算放过这对狗男女。顾总，瑞慈公司的人来了。林瑶一听，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顾总，瑞慈的这笔订单就交给我来谈吧。瑞慈可是咱们公司的老客户，此前一直由沈巍负责，而且这次还是一笔大订单。顾总，林副总可是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沈巍那种人都能谈成的项目，交给他绝对没问题。顾总，我不但能把这笔订单谈成，还能在沈巍提出的利润基础上再提高5%。那好，这单就由你来负责。沈经理呢？为什么他没有来？王总，沈经理因为犯错已经调岗，现在这笔订单由我负责。他犯了什么错？这是我们公司的私事，不太方便透露。合同我已经审核过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签合同吧。王总，此前沈巍跟你们谈的这个利润分成，我觉得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不都一直是这个比例吗？我要再多5%。你哪来的底气？就凭我们公司排在全市第3。王总，瑞慈若是不跟我们合作，别的公司可吃不下这么大的单子。全市第3，我们瑞慈还真高攀不起。王总，您别生气，咱们有事好商量。林瑶瞬间慌了神，他牛都已经吹出去了，若是搞黄订单，对公司可无法交代。王总，您就当我刚才在胡说，咱们还按之前的比例如何？之前的比例那是我看在沈经理的面子上敲定的，你若是想要我签合同也可以，我们瑞慈要多加10%，多加10%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那就免谈。林副总，这可怎么办？顾总要是知道订单黄了，咱们肯定没好果子吃。慌什么？我们去找沈巍，让他继续谈。那功劳不就是沈巍的了？你傻啊？等王总签了合同，咱们把功劳抢走不就行了？林副总，还是您手段高明。沈巍，瑞慈的王总来了，你赶紧过去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的业务。你是公司的员工，怎么就跟你没关系？我现在是公司的清洁工，只负责打扫卫生。沈巍看到林瑶跟小林来找自己，就知道他们跟王志才没谈拢，现在想让自己给他们擦屁股，做梦去吧。沈巍，瑞慈公司的王总指明要跟你谈，你也不想因为你的原因让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，还不好好把握？沈巍本想拒绝，但他想到了替自己出气的办法。好，要我去也可以，那咱们按公司规定办。当然要按照公司规定办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谈订单时谁是负责人，谁的功劳最大。林瑶以为沈巍还觉得自己是负责人，才主动提出按公司规定办。沈巍，顾然已经让我负责这个订单，你就等着给我打白工吧。沈巍掏出手机打电话王志才，看到是沈巍打来的，王志才接起电话。沈经理，他们让你来接手了。哼，他们搞不定，只能来找我了。王志才从电话那头听出沈巍的委屈，再联想到林瑶提到沈巍犯错，他想到了什么？他们欺负你了？他们想逼我离职。什么？逼你离职？我想让你帮我出口恶气。没问题。沈经理，怎么又打印了一份合同？我想在利润分配上做出调整。王志才假模假式的翻看合同。你要在之前的基础上多要3%的利润。王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在公司犯了错，还需要这个业绩将功补过。看在咱们合作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帮我一把？看来沈巍是真的急了，虽然只多要了3%，但也比原来的要好。好了，我就帮你这一回。不过下次的订单，你可要让更多的利润给我。一定一定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等王志才走后，林瑶一把抢过沈巍手中的合同。林瑶，你干什么？顾然已经把这个单子交给我负责，这合同当然是我的了。你利用我？哼，你才知道，还想着靠这次的业绩翻身呢。继续当你的清洁工去吧。林瑶跟小林走后，原本来委屈的沈巍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。已经谈成了。对不起，顾总，由于我的无能，
只在原先的基础上加了3%的利润。能比沈雷多要3%，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顾总，这次完全是靠林副总的专业能力把王总给震慑住，可不是沈巍的那种人能比的。我就是看中林副总的业务能力，才让他取代沈巍的。顾总，我帮您把合同送到程董那里吧。小林走后，林瑶坐到顾然的大腿上，双手勾住他的脖子。这次你为公司拿下这么高的利润，程董肯定会夸你。到时候我就说都是你的功劳，我才不会像那个黄脸婆，整天说你是靠他上位的。还是你懂事。俩人正腻歪着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顾然以为是小林，就让他进来。林瑶慌乱地从顾然大腿上下来。瑞慈的合同是林瑶负责的。顾然松了口气，原来程董是来嘉奖的。是啊，程董，多亏了林副总，才让咱们签下这份合同。多亏了他，他主动让利7%，王总能不被震慑住吗？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合同上写的利润占比确实是瑞慈多占7%。林瑶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顾总，其实什么？这份合同是沈巍跟王总谈的。你不是说这份合同是你谈的吗？怎么又变成沈巍？林瑶一直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小林已经站在门口很久，立刻想到了说辞。顾总，林副总念在沈巍替公司立过功，于是就想给他将功补过的机会。结果沈巍假装大度，故意把功劳让给林副总。是啊，程董，我以为沈巍是出于感恩，把功劳让给我，这才说合同是我谈下的。程董，沈巍是在报复林副总，故意给他挖坑。沈巍这是在出卖公司利益，您可一定要严惩他。去把沈巍叫过来。是。沈巍，林瑶说这份合同是你谈下的。不是，你撒谎。这份合同明明就是你跟王总谈的，小林当时也在场，他可以作证。是的，程董，这份合同就是沈巍跟王总谈的。沈巍，你作何解释？他们说是就是了。沈巍，你还敢狡辩？现在向程董承认错误，赔付公司损失，兴许程董会对你网开一面。若是等一下监控查到是你做的，后果自负。查，赶紧查！沈巍压根不怕查监控，本来他是想做手脚的，结果发现林瑶先他一步关了监控。程董，沈巍在谈合同的时候把监控关了，监控里肯定看不到他。林副总，你都还没看，怎么知道监控被关了？程董，监控视频肯定录下了谁最后处的画面，查查就知道了。把早上会议室的监控视频发我手机上。第一段视频里是林瑶跟王总在谈合同，王总直接被气走。第二段视频是林瑶最后触碰的监控开关，林瑶正为自己的计谋沾沾自喜，完全没想过要找技术部门删除自己关监控的画面。林瑶，你作何解释？程董，一定是林副总怕单子黄了，所以才关掉监控，跟王总重新谈了合同。他怕无法向您交代，就甩锅给我。程董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程董，是我用人失误，没想到。够了，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你、林瑶还有小林共同赔付。从现在起，林瑶调岗为清洁工，沈巍，你恢复原职。顾总，人家不想当清洁工，你给人家想想办法嘛。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也要跟着赔钱。顾总，合同的事真的是沈巍给我挖的坑。那是因为你蠢，居然就连合同内容都不看。顾总，这件事我们认栽，可马上就要参与德胜集团的2轮招标了。此前沈巍填的标书一直都能中标，若是此次让他参与的话，德胜可是咱们最大的客户，公司就指望这2轮招标，不让沈巍参与，你能保证中标？顾总，我学长是德胜集团的，我可以问问他。靠谱吗？放心，绝对靠谱。这对林瑶是一次翻身的机会，他立刻约学长林峰在咖啡厅见面。学长，这次德胜的2轮招标，你有参与吗？怎么想让学长给你透底？如果学长能告诉我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我正好知道内幕，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不如到我家里谈。打听到了吗？我学长就是参与者，他把底价告诉我了。好，那这次标书就由你来写，等竞标成功，我立刻让程董恢复你副总的职位。顾然带着标书来找程董。填标书的为什么不是沈巍？程董，林瑶有内幕消息，保证能中标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竞标失败，所有损失你来承担。没问题。竞标的时间正好是沈巍干满3年的当天。我记得今天好像是竞标的日子，怎么公司没让你填写标书？我又不稀罕。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马上就要出结果了，等我中标，公司就会知道你一文不值，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你不是说学长给你透过底吗？为什么没有中？学长不会骗我的。林峰，为什么你给我的底价没有中标？我哪知道什么底价，骗骗你而已。你混蛋，我把身子都给了你，你竟然骗我！你说什么？你给我戴了绿帽？你听我解释。你这么把老子害惨了，
固然知道现在能救自己的只有沈巍了。沈巍，求求你帮帮我！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我立马就跟林瑶断了关系，以后只爱你一个人。好吧，那你先帮我把我那5%的股票兑换成现金。固然大喜过望，他以为沈巍还是爱自己的，愿意帮自己赔付第1轮竞标失败的损失，于是去找程董。程董听说沈巍愿意用股票的钱赔付公司损失，心中大喜，便批准了此次兑换。钱已经到账了，你赶紧填写第2轮的标书，然后再帮我赔偿公司损失。钱已经到手，沈巍不用再演了。想让我替你填写标书赔偿损失？哼，你倒是挺会做梦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娘辞职不干了，咱俩的关系也到此为止，你就等着赔偿公司损失吧。沈巍的标书呢？沈巍他已经辞职了。你不是说沈巍兑换股票是为了帮你赔偿公司损失吗？程董，我也是被他骗了，没想到沈巍这么阴险。你这个蠢货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把沈巍请回来，不然你就别回来了。固然回到自己办公室，掏出手机给沈巍选礼物。林瑶正巧在这个时候进来。给我滚出去！叫你滚，你没听到吗？把手机给我！顾总，就你现在跟沈巍的关系，他会看上你送的礼物吗？难道现在还有别的办法？就算你把沈巍请回公司，他填写的标书一旦中标，功劳是他的。按理说该怎么办？我刚才看到沈巍上了王总的车，我估计是瑞慈想请他填写标书，毕竟第1轮瑞慈也没有中标。这个贱货肯定跟那个王总有一腿。沈巍肯定是把这次的标书当投名状，好让瑞慈重用他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你不是有沈巍家里的钥匙吗？你偷偷潜入进去，半夜趁沈巍睡着，将他标书的底价偷拍下来。偷拍下来有什么用？不是跟瑞慈底价一样？之前德胜招标都是远大中标，底价一样的情况下，德胜肯定会选远大。好，就这么干。还记得这里吗？怎么会忘？这里是咱们第1次谈合作的地方。别人都说你是锦鲤附体，每次能谈成合作都是运气好，只有懂的人才知道你办事的专业与细心。哼，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很欣赏你的能力，我们瑞慈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你能来我们公司吗？瑞慈的确是家好公司，不过我现在刚辞职，不想草率的决定去处。沈巍知道王志才对自己有意，只是他刚结束一段感情，还没走出来。王总，虽然我暂时还没想好去哪儿，不过我可以帮你填写标书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听到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王志才心中乐开花，他把瑞慈公司的资料还有标书都交给沈巍。谢谢沈经理。我都已经辞职了，你就叫我微微吧。好的，沈经理。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到晚上10点，沈巍把标书填写完，准备洗个澡睡觉。他起身来到沙发旁，拿换洗衣物时，听到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声。沙发底下有人。沈巍浑身汗毛耸立，不过他强装镇定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王志才。沈微微，是标书填写好了吗？已经填写好了，我肚子饿了。你稍等，我马上送宵夜过来。王志才以最快的速度买了宵夜来找沈巍。沈巍给他开门后，使劲给他使眼色。家里没喝的了，跟我下楼去买。哼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藏在我沙发底下。什么？那赶快报警！等等，沈巍想到这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到位，而且他家也没有被撬锁的痕迹。冷静下来的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，一定是顾然，他有我家的钥匙。他偷偷潜入你家做什么？他肯定是想。俩人同时猜到顾然想干什么了。无耻小人，居然想要用这种下三滥手段，我这就去把他揪出来打一顿，给你出气。打他一顿太便宜他了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沈巍拉着王志才坐到沙发上，故意打开所有吃的摆在茶几上。早已饥肠辘辘的顾然，这下更难受了。我想让你喂我。好。我要你用嘴喂。沙发底下挨饿的顾然听到这段对话，气到红温。这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拍到你的底价，看瑞慈不把你扫地出门。沈巍跟王志才腻歪了好久，然后一起回了房间。他悄悄地打开王志才的包，将里面的标书取出，用手机拍下底价，然后他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离开。你把沈巍请回来了？没有。那你回来做什么？您别生气，这份标书是我从沈巍那里偷拍到的。那有什么用？咱们此前跟德胜合作的不错，底价一样的情况下，德胜肯定会选我们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程导啊，我之所以没有把沈巍请回来，是沈巍现在想拿这份标书当投名状，进入瑞慈高层。他要去瑞慈，只要瑞慈这次竞标失败，肯定会把他扫地出门。到时候他没有地方去，只能灰头土脸的回远大。到时候我无论开出什么条件，他都得接受。程董、顾然、林瑶一行人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，见到沈巍跟王志才入场，便开始对他们阴阳怪气起来。这不是咱们的大锦鲤吗？
有你的好运加持，想必这回瑞慈公司肯定能中标吧？见你吉言。沈巍，你就嘚瑟吧，待会儿结果出来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沈巍，好好的，你怎么辞职了？要是干得不顺心，你应该找我的嘛。沈巍颇为不屑，找你？若不是你的默许，顾然跟林瑶怎么会对自己百般刁难？现在出来充好人，晚了。公司对你的能力非常认可，随时都欢迎你回来。我会考虑的，程董。寒暄结束，远达公司的人高调的坐到第一排，沈巍则是坐在末尾。顾然，演讲稿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顾然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，从口袋里摸出演讲稿。我宣布，第2轮中标的公司是瑞慈公司，请瑞慈公司的代表上台。顾然一只脚已经跨在台阶上，此刻他小丑一样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瑞慈公司？顾然，我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程董，这一定是黑幕。你说谁有黑幕？你今天要是说不清楚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明明我们跟瑞慈的底价是一样的，为何你们会选择瑞慈？你们怎么知道瑞慈的底价？阅历丰富的董万和瞬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让秘书拿来远达的标书给程董看。程董，这就是你们填写的标书，就这种瞎填的标书，我若是让你们中标，那才是真的有黑幕。程董，一定是沈巍，是他。闭嘴！你这头蠢猪！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远达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有要赔偿公司的一切损失。程董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对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你的功劳不都是靠沈巍得到的吗？程董此时幡然醒悟，他默许顾然打压沈巍，就是不想沈巍功高盖主，以为扶持谁上位都一样。现在他才知道，离了沈巍，顾然屁都不是。沈巍，只要你能回公司，我给你5%的股份，外加30万的年薪。我看不上。我让你当总经理，给你8%的股份，总可以了吧？微微，只要你肯来瑞慈，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，而且我会向董事长请示，给你10%的股份。沈小姐，不如考虑一下来我们德胜集团。啊，来你们德胜集团？德胜集团不仅仅是 A 市龙头企业，即便是放在全省，都是业界翘楚。沈巍没想到董万和会亲自邀请自己。只要你肯来，我让你当公司副总裁，年薪你随便填，我也给你10%的股份。什么？这可是德胜集团的10%股份，可不是他们2家能比的。董总，我恐怕不行吧？我已经留意你很久，他们都说你靠经理体制才会赢得我们德胜的招标，若不是能力足够，光凭运气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听到董万和的话，程董才知道自己错的离谱，他真的以为沈巍就是运气好，把他当吉祥物看待，现在追悔莫及。微微，你不用考虑我，我虽然很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，但我更希望你能在德胜集团尽情施展你的才华。王志才的话让沈巍很是甜蜜，真正爱他的人是会替他考虑的。王总，我愿意加入德胜集团。王总，谢谢你支持我。能进德胜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我也替你高兴。能做到万无一失吧？放心吧，陆董，我找的人绝对靠谱，这次一定能让德胜集团万劫不复。说话的是沈巍隔壁包厢，因为隔音差的关系，他听到了这俩人的大声秘密，随即他掏出手机将俩人的对话录音。我还找了权威媒体，肯定能让事态进一步发酵。做得不错。另外，你再想办法买通德胜集团御用的公关公司，让他们替德胜集团反向公关，把舆论扩大。好的，陆董，我这就去办。如此一来，德胜集团的股价肯定大跌，我们宏图集团就可以抄底收购他们。是宏图集团的董事长陆中德跟他的副手张辉，他们想利用舆论搞垮德胜集团的股价。难道他们想制造食品安全问题？德胜集团的主营业务是生产奶粉，这可关系到婴儿的健康，若是被陷害，外加舆论发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好你有经理体质，这都让你听到了。必须马上告诉董总，防范未然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瑞慈可以帮忙。沈巍把录音播放给董万和听，他听完后陷入沉默。沈巍，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手段污蔑我们的奶粉？我猜是让内鬼调包我们的奶粉，然后举报我。一定是这样，只是谁会是内鬼呢？如果德胜集团垮台，谁得利最多，谁就是内鬼。难道是他？董万和此刻庆幸自己招募来沈巍，要不是他的警理体质，自己的德胜集团就万劫不复了。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，我给你最高权限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是新来的副董事长沈巍。你好，沈董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这2天有没有哪里的监控在维修？有的，是3号仓库。沈巍觉得能进行调包的地方肯定是在仓库，而好巧不巧，仓库的监控在这时候坏了。经过调查，他发现后勤这块一直是由主管黄月负责，他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。全都对上了，这个黄月肯定有问题。董万和从车上下来，权威媒体们将他包围得水泄不通。请问您对贵公司以次冲好的奶粉作何解释？董总，你们昧着良心赚钱，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我们德胜集团绝不会以次冲好，更不会昧着良心赚钱。董万和，有人举报你们公司生产劣质奶粉。
欢迎各位检查，更欢迎各位媒体监督。我董万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领导，是我实名举报董万和的。来的正是后勤主管黄月。各位领导，我有董万和生产劣质奶粉的证据，他是把一半罐装劣质奶粉跟一半罐装好奶粉包装在一起进行售卖。董万和，你的员工都举报你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视频里，黄月跟张辉在一起喝茶，他们旁若无人的交谈，交谈内容正是黄月在跟张辉打包票，自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，绝对能让德胜集团跌至谷底。董总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，只是知道自己快死了而已。我已经报警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既然来的都是权威媒体，董万和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各位都看到了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不过我在这里向各位承诺，凡是购买劣质奶粉的，德胜集团一律照价赔偿。董总大气，董总好样的。陆董，黄月刚才发消息说他已经举报董万和，要不了多久，德胜集团的股价肯定跌停。应该已经开盘了，打开看看。张辉立刻打开股票软件，怎么回事？德胜的股价为何一直在涨？我们的股票跌停了。陆中德、张辉，你们涉嫌一起经济案件，请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